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《胸罩前传》。这部电影在很早之前叫《666前传》，因为在西方文化中，666普遍指的是恶魔，而这部影片也更好地诠释了西方认为666这个数字不吉祥的原因。故事一开始小美来到罗马城，她会在这里完成出院仪式，说人话就是来这实习来了。教主劳伦斯亲自迎接了她。当时的罗马开始逐渐抵制宗教，经常会有工人罢工游行，就连大部分的学生也更加的相信科学。很快他们就回到了修道院，院长也亲自迎接了小美，并带她参观介绍了院内的情况。修道院不仅会照顾女孩到18岁，还会收容许多未婚先孕的妇女。就在院长接着介绍的时候，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声。在院长离开后，小美一个人没事干，她注意到了墙上一些奇怪的画，画上是一个小女孩飞了起来。也正是因此，小美结识了院内的第一个好朋友玛利亚。令她没想到的是，玛利亚的行为十分怪异。在小美注视的目光中，玛利亚逐渐靠近。小美刚想说些什么，突然就被她抱住，狠狠地舔了一口。直到院长的到来，她这才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低下了头。小美好奇为什么大白天把她关在屋子里，院长表示她昨天弄伤了孩子，把她关在屋子里比较安全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小美回到了修道院的宿舍里，在睡前她进行了虔诚的祷告。突然她听到了一丝异响，门外好像有人在窃窃私语，就连门把手也诡异地转动起来。随着门缝里的影子消失，这个时候屋子里一阵阴风吹起。刚搬来的女孩小娜和小美一样，都是来修道院实习的，但殊不知一场更大的阴谋在等待着小美。这天晚上，小美发现玛利亚床上并没有她的身影，而虚掩着的门引起了小美的注意。她透过门缝看去，只见玛利亚被人强行固定在床上，四肢被牢牢固定。这时一位修女也发现了她。等小美缓过神，又听到不远处传来诡异的笑声，一位修女从角落缓缓探了出来。在小美震惊的目光中，修女诡异的笑戛然而止。这时小娜突然吓了小美一跳，可转眼两人换上性感的服装，并出现在了不远处的酒吧里。就在这个时候两名精神小伙过来搭讪，随着暧昧的氛围不断提升。很快第二天，小美就在床上醒来，并感觉身体有些不适，于是她试探性地问小娜昨晚自己有没有做什么出糗的事情。小娜却说昨晚在失控前把她给带了回来，但小美却愣住了，转头便来到教堂进行祈祷忏悔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角落里有个男人一直在注视着她。小美呆坐在广场上，这时那个男人找到了她，并说了些奇怪的话，大致就是小美身边正在发生十分邪恶的事情，尤其是玛利亚。就在小美准备离开，男人拉住了小美，并告诉她晚上去找她，到时候再做详细的解释。说完，神父大山便离开了。小美本没有把神父的话放在心上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小美不由得产生想法。只见产房里，女人被固定在床上，随着被带上仪器，很快发疯的女人便冷静了下来，脸上便透露出诡异的微笑。突然，女人变得痛苦不堪，在一声声的哀嚎中，一只恶魔的手伸了出来。看到这一幕的小美直接昏倒过去。时间到了第二天，小美注意到了不远处的玛利亚，等她走近却发现修女在和她窃窃私语，手里还拿着一幅画，画上的男婴是修女加上去的。小美却觉得有些不妥，谁曾想下一秒修女就换了个态度，死死地盯着小美。眼看玛利亚并不高兴，小美则带她加入了孩子们的游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昨天那名孕妇竟以一种诡异的姿态出现在楼上。说完这句话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她果断滑动手中的火柴，活生生地点燃了自己。再看着如此诡异的一幕，他顿时想起了那位神父的话，于是他便根据地址找到神父的家。大山直接开门见山递给小美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修道院3位主事，抱着的那名女婴正是玛利亚。大山这才告诉小美，教会存在基督教和反基督教，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远离宗教，相信科学。教会为了使这些人重新相信宗教，并开始计划利用女人生下恶魔，这样社会一旦被传播恐慌，那么人们就会重新信仰宗教。而大山推测玛利亚是与恶魔交配诞下的魔种，因为只有男婴才可以成为恶魔，因此他认为修道院是想利用玛利亚生下下一代恶魔。如果玛利亚真的是6月6日6时出生，那么她的身上就会有恶魔印记，所以大山请他帮忙偷出玛利亚的资料。尽管小美不信，但最近发生的事情还是让她抱有一丝怀疑。于是趁着外出游玩，小美趁机问她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儿，但玛利亚只是隐约的回答自己有时会有一些不好的感觉。小美还想问点什么，这时候玛利亚却反常的走开了。
等小美找到玛利亚的时候，发现那名焚火自尽的孕妇出现在了她的身边。等她再次回头看去，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。这时街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乱，混乱中小美被卷入人群，在拥挤中她感觉到一双尖锐的手以及十分恶心的舌头。等烟雾散去，马路中只有她一个人站在原地，而这一幕恰好被院长给看到。于是到了晚上，院长以此为借口推迟了小美的转正时间，并让她远离玛利亚这个孩子。理由只是院长认为玛利亚精神有问题，因此小美一气之下气了一下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小美看到了那天在酒吧邂逅的男人，可男人像是在躲着她一样，嘴里还不断说着让她去寻找标记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意外悄咪咪的发生了。最后在小美的注视下，男人成功的从1个变成了2个，很快就到了修女转正的时间。被推迟的小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小娜进行着仪式，主事为小娜戴上头巾。随后修女们以诡异的姿势趴在地上，小美则趁此机会跑到院长房间。在一番搜寻过后，最后在桌子下边找到一把钥匙，看着墙上参差不齐的画，小美成功找到并打开了屋子里的暗门，并在柜子里找到了档案。档案里孩子的出生时间果然是6月6日6时，可是这样的档案足足有10几份。所幸小美把档案全部带走，并找到玛利亚，准备带她一起离开。就在这时，院内的主事也发现了他们，紧接着两人逃到一处房间，并用椅子抵住了房门，但双拳不敌四手，最终小美还是被修女们按在地上。就在众人的推搡中，小美发现玛利亚的上颚里果然有666的胎记。随后在小美一声声的哀嚎中，她还是被关进了玛利亚之前所在的小黑屋。正是因此让小美无意间发现了地毯下的图案，而上面全部都是玛利亚记录下来的幻象。也正是因此，主事们才把玛利亚给隔离起来，谎造她精神不正常的谣言。就在小美精神一阵恍惚中，她突然在阴暗的角落里看到了那个烽火自尽的孕妇，浑身烧焦的身躯以及诡异的姿态，不禁让小美不寒而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修男打开了房门，原来他和神父大山都有同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反对恶魔的降临。随后两人迅速离开，前往大山这里，三人共同开始研究起这些档案。大山提出玛利亚是野兽的独苗，教会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她继续与野兽交配。这时小美想说些什么，但她注意到了桌子上的照片，玛利亚的标记是在上颚，而照片上女婴的标记则在头顶。于是三人再次翻阅起档案，他们发现这些与野兽交配产下的后代大部分都是畸形儿，没过多久他们就相继的死去。这些婴儿的标记无一例外都不在脑花上。这时小美翻到了一份没有照片的档案，当她把这张照片放上去的时候，发现十分吻合。就在小美在仔细观察照片的时候，这时她突然想到了些什么。那个在酒吧邂逅的男人怎么会说出让她去寻找标记，并且知道标记是在头上？随后她不可置信地朝头上摸去，果然发现了头上的印记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她终于想起了在酒吧那一晚的记忆。当时的小美躺在床上，周围全是修道院的主事，就连那个男人也在其中。可紧接着他就被人套上了头套，并死死地勒住了他的脖子。伴随着意识逐渐模糊，恶魔也悄悄地爬了上来，对他进行了不可描述的事情。想起一切的小美瞬间崩溃了。神父两人赶忙安抚住他的情绪，在他冷静下来后，果断选择阻止恶魔的诞生。几人迅速前往了医院。这时他们发现有辆车子一直在尾随着他们，小美的身体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反应。就在众人甩开那辆车子的时候，这时意外发生了，他们在路口发生了十分严重的车祸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美在教堂的门口醒来，但她逐渐的诡异了起来，好似被恶魔附体了一般，不断的抽搐，随后便痛苦的跪在地上，瞬间大量的羊水如决堤大坝一般喷涌而出，肚子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变大。这时修道院的主事走了过来，痛苦的小美也逐渐的失去了意识。等她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床上。在小美惊恐的目光中，主教出现在了眼前，在对着小美一顿洗脑过后，医生为她注射了药物。在全体人员的注视当中，孩子成功的诞生了。男孩受到了所有人的敬仰，而女孩被抛弃在了一旁。这时小美提出想要抱抱自己的孩子，伴随着孩子的到手，小美直接毫不犹豫送主教回了西北的老家。可就在她准备铲除恶魔之子的时候，这时她犹豫了，毕竟这也是自己的孩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院长上前抢过了手中的孩子，突然是由小娜冲上来给了他一刀。做完一切，众人准备离开，并命令手下放火，毁掉这里的证据。然而这被角落里的玛利亚听得是一清二楚。
很快，现场燃起熊熊大火。就在大火准备将一切都吞噬的时候，这时玛利亚赶到，救走了小美和孩子，而那只怪物也伴随着大火永远的留在了这里。在6月6日6时的时候，他们果断把孩子送入了上流社会。时间来到很多年后，小美和玛利亚把孩子抚养长大，但这个时候外面来了位不速之客。大山此次的目的就是告诉小美，教会的人知道他们3人还活着，并一直在寻找着他们。说完这些，大山就离开了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